1975年，特拉斯出生于牛津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坚定的自由派人士。在小学时期，特拉斯在学校排演的戏剧中扮演英国最著名的保守派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回想，这似乎暗示了他未来的政治倾向。从政之后，特拉斯一直全力模仿撒切尔夫人，打造强硬、拒绝妥协的行事风格，甚至在穿衣打扮上，特拉斯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风格也颇为相似。作为一个出生于左翼家庭的高材生，特拉斯是如何改变立场，成为顽固保守派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内外交困的英国将走向何方？他的外交政策又如何影响英国与欧盟、美国之间的关系？一起来洞察关键。在利兹读中学期间，特拉斯第一次接触到了右翼政党自由民主党，并参与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毕业后，特拉斯考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攻读王牌专业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并担任牛津大学自由民主党主席。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段呼吁英国废除君主立宪，走向共和的言论，这也让特拉斯在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民主党内有了名气。但也是在牛津的那段日子，特拉斯做出了叛逆的决定，加入保守党。但是他加入保守党的决定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父母。得知此事后，他的父亲非常震惊，并且无法接受。甚至在多年后，当特拉斯竞选议会席位时，他的父亲拒绝出面为他站台，而是留在家里修剪草坪。毕业后，特拉斯在能源和电信行业工作了10年，开始涉足政坛，先后担任过议会副国务卿、司法大臣兼大法官、财政部首席秘书、妇女和平等事务国务大臣和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机会主义的政治风格还体现在他在对于脱欧问题的转变上。脱欧公投期间，特拉斯先是为留欧派呐喊，在《太阳报》上撰文称，英国脱欧将是3重悲剧，向欧盟出口时将面临更多规则、更多形式主义和更多拖延。但2019年，特拉斯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脱欧派，认为英国脱欧提供了一个改变事情运作方式的机会，呼吁英国抓住脱离欧盟的机会，推动经济转型。也因此，特拉斯被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用，成为了外交大臣，也成为了约翰逊推动脱欧、实行全球英国战略的代言人。46岁便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她，是继工党玛格丽特·贝克特后，英国第2位女性外交大臣。在英国正式脱欧的尴尬境地中，特拉斯促成了英国与澳大利亚、日本和挪威的多项新贸易协议，还成功游说拜登政府解除了一些特朗普政府时期对英国施加的单边制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被约翰逊称赞为能办成事儿的人。有一个形容词说他是政治变色龙，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这个人呢，确实是就是在政治上就是有一定的弹性。他为什么从留欧派变成脱欧派吧？我觉得他首先他还是觉得，在2016年英国民众通过这个全民公投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最后略为多数的人认为英国要脱欧。那他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执意的坚持留欧，就会被批评，被指责为违背民意。另外呢，等他变成脱欧派的那个时候，当时保守党政府主流也是要求是推进脱欧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特拉斯呢，他自己也是有一种审时度势吧，所以他就强调我这时候为什么要支持脱欧，他做了很多自己的辩解，也是在为脱欧去做宣传，去做鼓吹了。 Have you dreamt about being Prime Minister as a young woman? I didn't even dream, Camilla, that I'd ever be sitting in this august position. When I was at school in Leeds, even being an MP was a remote hop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t's not a denial. It is not a denial. 从小，特拉斯就不服输。一家人下棋的时候，如果棋盘上大势已去，他宁可中途退出，也不肯认输。这种思想似乎也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当他2021年成为外交大臣时，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他没有否认想当首相的野心。他经常质疑欧盟的决定，还坐进坦克车内指责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并积极地推动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除了打扮上模仿以及英国政府认为北爱尔兰议定书加剧了北爱尔兰与英国离心离德的局面，在今年5月，一直寻求脱英的北爱尔兰新芬党首次赢得地区议会选举，进一步坚定了英国政府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决心。作为保守党领导人，特拉斯是一个坚定的统一派。今年8月，他在一次竞选演讲中承诺，如果自己接任首相，他将永远不会允许英国家庭分裂。And to me, we're not just neighbours, we're family. I will never ever let our family
be split up. 然而，英国单方面决定修改该协议，引发了欧盟的巨大不满，并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6月15号，欧盟宣布将针对英国的行为采取法律措施，包括不排除上诉至欧洲法院，并警告英国若执意修改议定书，后果自负。欧盟和英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显然还将继续。有专家甚至认为，若此问题无法妥善解决，欧盟与英国之间很可能会爆发贸易战。国内立法呢，实际上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通过了英国议会下院的表决，现在是需要上院的表决，但预计这个法案通过呢不会很顺利，因为上院那边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就反对英欧关系闹得这么紧张，这个法案可能会拖一阵子。现在来看，特拉斯自己他也是留有余地的，他说啊，我是这么就是坚持我的主张，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的。而欧盟一方面警告说啊，你英国不能强硬，同时欧盟也说了，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可以谈。说我觉得这事儿吧，未必能够走向就是像之前双方所渲染的那种危机的状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曲斌进一步指出，特拉斯表现强硬，更多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考量。特拉斯他这么强硬，他实际上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他想用强硬的方式倒逼欧盟在北爱议定书上让步。比如说欧盟是不是能够在答应英国的一些条件，使英国的很多主张能够就是得以实现吧。同时也是用这种强硬来显示他是一个在对欧方面很强硬的一个人，这样的话也可以讨好党内的那些硬脱欧派，捞取这部分人的支持。8月27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多位英国外交官和美国白宫内部人士透露，特拉斯可能推翻北爱尔兰议定书的计划在华盛顿引起不安。据报道，拜登拥有爱尔兰血统，其父母为爱尔兰裔。有消息人士曾指出，拜登与爱尔兰有种亲密感。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人多次表示，他们担心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会破坏爱尔兰来之不易的和平。据报道，今年5月，佩洛西曾发布声明，威胁道，如果英国政府执意废除北爱尔兰议定书，美国国会不能也不会支持与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9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北爱和平协议的促成者和担保方。当时98年签那个北爱和平协定，这个美国在后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这个协议的签署是有担保方的，美国和欧盟都是担保方。说美国肯定不乐见因为有这么一个议定书问题，把北爱和平进程就是导致这个进程受阻，产生一些就是他们不乐见的这种局面。另外呢，就从拜登政府来说吧，他也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他不希望英欧之间这个矛盾会破坏西方阵营的团结，因为现在欧洲或者整个西方面临一个如何对待或者对付俄罗斯的这么一个问题。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去年9月，特拉斯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后，首次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们的谈话却远超外交范畴。知情人士表示，特拉斯直接质疑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而天空新闻报道，2021年10月，在一次公开会议中，特拉斯直言，美英关系特殊但不具排他性，我们还有其他的亲密盟友。It's special but not exclusive. But we've got other close allies as well. 他还直接喊话拜登政府，称美国应该降低对英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友的贸易和关税壁垒。实际上，特拉斯此前与拜登并无过多交集，并不热络。因此，有分析认为，英国新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开启存在一定的困难。从特拉斯他的这种政治风格上来看，他本人呢说话就比较直白，比如说他在这个英美贸易谈判这个事情上，他就批评美国方面说你们不重视这件事儿，英美贸易谈判进展的有限，你们有很大的责任。他就是在跟美国国务卿对话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些很直白的表述。再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北爱议定书的问题，也是令拜登政府很不满。基于这样的一些因素吧，我觉得可能特拉斯上台之后，英美特殊关系不会马上变得那么热络，那么比如像布莱尔时期肯定不会到那个程度。9月6号，特拉斯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双方表达已准备好进一步深化美英关系，未来将持续在全球挑战上合作，包括俄乌战争、中国挑战以及伊朗核问题等。拜登对特拉斯接任首相表达祝贺。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通话摘要，两人在电话中重申美英之间的特别关系。
双方皆表达准备好进一步深化美英连接。此外，白宫表示，两人也谈到了北爱尔兰议定书以及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相关的贝尔法斯特协议，但没有透露具体谈话细节。有趣的是，特拉斯上任后的首个电话是打给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话中，特拉斯重申他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首相府表示，特拉斯很高兴接受邀请，不久将出访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会晤。